2025暑假档眼瞅着拉的差不多了，定风波、锦月如歌、子夜归、献雨、雨尽长安，扑到毫不厌倦。现在的剧连晚尊都有了固定模板。官宣时太好了，是大制作 SS 加 A。开播时门小成本拒绝捧杀，播出后骂平台、骂宣传、骂关抖运营，剧糊了。但我们只是 A 级 A 加扛住啦，双标这块算是拿捏了。嘿呦，我亲切可爱贼拉帅的观众朋友们，我是梦梦。暑假档简直没眼看，除了利剑玫瑰，谁都不看好你，偏偏你最争气。生万物前期剧情和火爆程度也着实狠狠地打了我的脸，可惜烂尾了。感觉今年大盘凉的差不多了吧，所以咱还是远瞻一下待播剧吧。依旧是主观且不完全版，老规矩，不喜欢就发个抬走，期待就发个可吧。木絮词改编自小说《白日提灯》，女主基础，男主就不基础。看完预告只想让热巴独美。我今天遇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朋友。他能看见风，却很有可能不变五色，不识五味，不知冷暖，还隐藏自己身份。你能看得见我？女主是活了400年的鬼王，男主则是寿命不过百的凡人少年将军，两人互相试探，互通无感。我想跟你做一个交易，将你的五感借给我帮你实现愿望。在这期间，发现彼此过往的黑暗与孤独，以爱意抵抗时间的洪流，这是御姐和狼狗的相互救赎。我要你此生第一眼看见的色彩，是穿着婚服的我。我曾有过22个爱人，这是他们的墓。前任的墓居然围了个圈，哎，可以配上这首歌。圈圈圆圆圈圈。我希望你所有的愿望得偿。可我是你实现不了的心愿，应该是个 B 结尾。相比之下啊，阿瑟尔台词差远了，好虚啊，气场也不像是少年将军。但是如果他在外面彪悍，在女主面前会跪下叫姐姐啊，那我也不是不能接受。预告开头的特效不错，有点聊斋志怪的感觉，人鬼情未了。热巴的台词劲劲的，这次的角色和妆造都很适合她啊，终于没有倒油了。女主病娇阴湿，男配像独为渺小的凡人，不过是他一时消遣。我会感觉这俩更有 CP 感呢，一个永远追随，一个永不回头。男主在预告里看着没啥特点，路透倒是好很多。少年乖乖的抱着姐姐，希望给我磕到解狗啊！导演秦真拍过《长相思》，发挥不太稳定，细节镜头啊、转场等画面还行，大场面就……还有我永远忘不了《长相思2》的诡异换脸。这部剧5个编剧，别打架，别发癫，期待值3.8颗星。2. 唐朝诡事录之长安。卢凌风奉旨，在沙州索营康国金桃18乡，经护送至此。真正掌控朝堂的是我，始终都是。夜深人静之际，此殿传来了女子的哭声。方丈终于要动手了吗？方丈，请苍天变中间。唐鬼3依旧是原班人马，一个不少，就非常好。唐鬼是少有的第2部比第1部的豆瓣评分还要高的剧，其他都是续集必烂尾，它呢却是更加精彩。去年唐鬼之西行，摄影、武打、质量、剧情方方面面都精进了许多，节奏快，效率高。仵作之死放弃书，所有的角色都鲜活了起来。这次的第3季有8大鬼案，取材于志怪传说，有活人献祭、傀儡控魂、入梦杀人、人皮灯笼等等等等，各种剧情反转再反转。杨旭文有一场戏穿30斤的金甲再现3刀流，这场戏为了成功的一镜到底就拍了10天呢，好用心的剧组和演员们呢，还花了3000万重建长城，最大程度的还原朱雀大街。而且导演换成了灵魂摆渡系列的导演巨星茂，虽然各种怪兽少了，可是鬼片感增加了呀。不知道算不算冷知识，唐鬼2是去年的剧王，但是就在上个月，剧王被水剧某路给超了，哈哈，天大的笑话。期待值4.8颗星。据导演巨星茂说，今年年底前必播，已相信勿辜负，不然我把熬夜写稿的腰疼也算到你身上，好像有点无理取闹了。而且现在办公久了，腰也没之前那么疼了，这多亏了 EDG 无畏契约分部官方合作伙伴骁骑 X5 人体工学电竞椅，既有电竞椅炫酷的机甲外观，又有人体工学设计，可以说是同品类里千元不到的性价比之王。相比传统电竞椅，它的坐垫采用的是网布设计，透气不闷汗，久坐不塌陷，并且采用了多维度可调节的双 C 大腰枕，不管你怎么扭，腰枕始终能够紧密的贴住腰部，最大程度的还
缓解腰部缺乏支撑的问题，让你久坐不累，支撑感满满。不仅如此，骁骑 X5还配备了1000元价位少有的4D 联动扶手，可以上下前后左右调节，还支持后仰联动呢。不管是端游还是手游，是坐着玩还是躺着玩，骁骑 X5始终能够支撑住手臂，让你感受到人体工学的魅力。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击评论区的置顶链接抢先加购，或前往电商平台搜索骁骑旗舰店。3. 莫离，白鹿成蕾，改编自小说《盛世嫡妃》。这本小说曾爆过我的青春，算是比较早的穿越文了吧。特种兵死后穿越，成为了尚书府嫡长女叶离，嫁给了双腿残疾的定王莫修瑶。无才无貌无德，三无不受宠的小姐 vs 毁容残疾重病废物王爷，负负得正，强强联合，共同复仇。听起来就很古早。穿越的设定应该是没有了，那女主的人设要怎么塑造，就全要看编剧了。编剧赵娜，女性特工穿越小说第一人，应该还算靠谱，拿出聂无双的水准吧。导演林玉芬可靠有号召力，花千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陈希元、无忧渡，她拍剧画面质感审美都不错，和赵娜也是3搭了，他俩应该不能拉坨大的吧。白鹿一直在仙侠剧里捅人，在古偶剧里打转，前段时间说反正肯定不拍古装了，反正就是拍现代戏。这或许是他这2年最后一部古装，确实该换个类型，换个风格沉淀下了，要不同质化真的有点严重，观众都看腻了。以及咋又是程磊呀？最近好像捅了程磊的窝，锦月如歌、雨尽长安，连续2部剧，西西又碎碎，古偶飞升梦应该是破灭了吧？但是没关系啊，他后面还有成河体统和莫离呢，谁看见不得羡慕一声资源好啊？目前我并没有 get 到他的演技和颜，或许是身材气质适合演，还是因为他演技不烂不争翻便宜啊？又或者是因为他有肌肉喽 ？I don't know。期待值3颗星，又是换成恋爱，分主要给导演。4. 表妹万福，宋祖儿、陈星海，他俩组合算是新鲜面孔了吧？陈星海的日子也是好起来了哈，从配角直接变成了宋祖儿的男主。宋祖儿是我站得还不够高吗？但是咱们的观众多少都有点看开了，至少是帅的且年轻未婚，军书12卷，卷卷有爷名。陈星海演那么多男配表哥，这次终于算是娶上媳妇儿了，但气势太嫩太弱了。宋祖儿穿明制汉服好娇俏啊，这个发型颇有点杨树云当年的感觉。电视剧改编自蓬莱客的同名小说，女主前世嫁给了2表哥，却遇人不淑，成为了政治牺牲品。重生后认定没有血缘关系的大表哥才是真良配，于是他没事就装乖装柔弱，各种缠人寻求庇护，设计着和大表哥成亲了，可以说是娇气味十足。而男主裴佑安的人设被誉为古偶男主人设天花板，风光霁月，心怀家国百姓。那拍成剧，女主的人设一定要好好改，不然又成大男主摄像头了。可以为了活下来耍心机，表面娇娇内有城府，扮猪吃老虎，这种反差我都是吃的。总之得有自己的亮点和魅力，可别是一边喊口号一边当娇妻。我现在巨雷这个，期待值2.5颗星，各方面都没有勾起我的兴趣。5. 百花杀，主演孟子义、何宇。好吧，我变了。之前觉得何宇配孟姐不太 OK， 现在觉得好像也不错。太子凑过来等着沈西河说什么，结果却被勾起下巴亲了一口。太子被亲后就这么一直盯着看，眼睛都不带眨的。沈西河只需略施小计，就能让太子变得屁颠的，让观众知道谁才是上位者。这种 CP 我可以。灭门之女顾青之死后在西北郡主沈西河的身上醒来，这一世她发誓要我的人生我做主，最后干成了垂帘听政的太后了。皇上是我儿子，老公假死当我背后的男人，这才是大女主吧？我要看女本位的剧本啊！原著我花开后百花杀，这名字就野心满满了呀。剩下的就全看剧组了。但是能闹出来瞒着女主演，把重生前重生后分2人拍，大半夜拍女配的剧情，这种事儿可想剧组的格局到底有多小了。期待值3.5颗星，千万别是 PP 大女主。6. 这一秒过火，主演张凌赫、王楚然，大数据懂我，给我推了一堆路透，恨海晴天又沾了点色。朕与2位爱妃何时有过嫌隙？他们是男人中的男人，女人中的女人。我承认我是狗，我是颜狗，我是土狗。张凌赫冒着紫色旗袍的王楚然，男的宽肩，女的超绝腰臀比，这不就是小说男女主照进现实吗？船上王楚然下跪，位低的人不显卑微，站着的人反倒冷脸扔酒杯，还是往后扔哦，就怕砸到对方呢。网友还说张凌赫哞的一声就把人给拎起来了，救命！但是这个贴脸对话太带感了吧，好酥啊！抱错孩子加青梅竹马救赎加假死加叔嫂加误会强制爱加带球跑加追妻火葬场，完了吧？还疑似是个
地，谁敢想谁敢想，这得土成什么样？这种民国军阀强债超级容易出现三观歪七扭八、不张嘴的墨迹剧情，要不啊，你们还是演默剧吧，或者剪成氛围拉扯小短剧呢，观众还能宽容一点。不过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冲的，除非最后的成片是一见倾心2.0，期待值3.5颗星，核心看脸，嘿嘿。7遇人不淑，主演蔡文静、陈静可，Po文改编居然真的来了，原著是黄文半熟，又名熟人作案。蔡文静在不知不觉间演了好几部了，掌中之物、钢铁森林、遇人不淑。为什么要拒绝我？现在还不行。刷了下网上的原著解说，原剧情是身材超好的桑如和高中同学周听桌在成为社畜后再次见面，然后一发不可收拾，成为了长期炮友。在某次不可描述时，桑如突然穿越到了高中，见到了少年时的周听桌。经验老道的船王突然变成了纯情少年，桑如产生了勾搭调教的心思，接着就是各种靠近撩吧，结果又穿越回去了。在现代，男女主又不可描述了，这次俩人都穿越了。之后上学的剧情也开始变颜色了。谁来救救我？这真的能拍成剧吗？剧组的演员啥的需要看一下原文吗？电视剧好像把高中改成了大学，最起码不是越来越行了。可是剖改剧删掉那些不能播的，那还剩下啥呀？注定要大改特改，所以内容要表达些啥呢？成年男女的拉扯，自我救赎，或者是互相救赎，还是这就是爱情？看到导演车亮义，我又觉得可能稳了。失效和爱你我都安利过，车导整氛围感、宿命感是有一套的。指导的一闪一闪亮星星，那句张万森下雪了，近期已经演变成了张万森内娱下嫂子啦，期待值3.5颗星。实不相瞒，很好奇这个剧会拍成什么样子。8你好1983改编自前2年的大热年代爽文《重生80媳妇有点辣》，有时候真的恨自己看的小说太多了。这个是现代女主管穿越到了1983年，变成了6边形人才，人美能力强，智商高，会赚钱。男主几乎是个挂件，周也很好，可他哪里和祸国殃民的夏小兰贴边了？创业女强人的气场也看不出来。翟潇闻也很好，可他哪像军人了呢？俩人好像那个姐弟，不如组团去演校园剧。嫁了天正，应什么呀？是，我来自未来。乔同志，你不要开这种玩笑。只要敢想，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既然来到这儿，我想要痛痛快快的活一场。啊，确定吗？除了服装店，好像跟小说没有半毛钱关系呀。杀青预告剪成这样，那还不如加点打脸极品亲戚、创业爽文的剧情呢。现在松松散散的好平淡呢。而且我算是发现了，现在不管啥剧都致力于往轻喜剧上靠，古装轻喜剧、仙侠轻喜剧、穿越轻喜剧、年代轻喜剧。东边不亮西边亮是吗？该有的可以没有，但必须要搞笑是吗？期待值2颗星，感觉质感一般，甚至不如短剧。9人之初星光大赏2025年最受期待作品，张若昀、马思纯、王景春领衔主演，唐嫣特别主演的悬疑剧。张若昀加悬疑已经想冲了，好久没有看到马思纯演电视剧了。我听人家说，有的孩子来这世上是来还债的，还有一些呢是来要债的。我可能就是那个倒霉要债的。张若昀的台词很有代入感，瘦了以后身上的破碎感就更强了。预告里有种久久压抑过后濒临爆发要疯不疯的感觉。一起撞车事件后暴露出一具埋藏多年的尸骨，将孤儿高峰和富家女菲菲的命运紧紧缠绕在了一起。为了破解身世之谜，他们配合警方挖出了一桩陈年黑暗往事。纵火杀人毁尸灭迹，什么都干得出来是吗？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只有每时每刻在善恶之间选择的人。2代人的故事，别名很有意思，血缘相对论，生日快乐，应该是牵扯到了伦理人性。人世间的导演李路18集的内容啊，拍了整整4个月，目标是将这部剧打造成年度精品，希望剧是落地的，有内核的。这么好的阵容，不要故弄玄虚，也别曲高和寡，期待值4.5颗星。10造成者，赵丽颖、黄晓明、陈明昊、朱媛媛，还有秦俊杰、耿乐、于爱磊，看起来是奔着拍好剧组的局，有流量有演技，拍的又是这个题材。朱媛媛老师的最后一部作品，不过这一幕这男的有点眼熟，这不是小兔张唯一吗？咋的，没见你戴大金表啊？造成者走的是群像喜剧风。春梅印刷厂，粤海龙头企业。粤海，没听说过，我赶时间。1个月都跑了3笔生意了。我李秋萍还在。
绝对不会半途而废。他们男邹可以搞，咱们粤海为什么不能搞？就是想做第一个敢吐槽这个人。我们自己准备先干起来了。看预告是积极向上的，不是我想象中的年代剧苦哈哈，脸上也没有班味十足的疲惫感。这是一个野蛮生长、生机勃勃的时代。只要你有本事，上天都行。大场面很多，看着是一群热血笨蛋，每个人都充满了干劲儿，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不像咱现在一份工作一张大饼。改革开放初期，李秋平和郑德成2名有能力的干部，秉着人民城市人民建的理念，乘着时代的东风，带领成千上万的农民，在没用国家1分钱的情况下，靠着集资合伙，自己成就自己的方式，在滩涂上建起来一座现代化城市，听着就很燃了。编剧袁克平是大江大河的编剧，也是山花烂漫时的艺术顾问。OK， 已经有滤镜了，现在压力给到导演孙浩，是否能落地，让人有代入感？年代剧情片是否能出圈？期待值4颗星。坏消息，十日中烟影视化将成10日中烟。好消息是许宏宇拍的，拍《穿越火线》一人之下的那个许宏宇，感觉他在漫改奇幻这条赛道上已经独树一帜了。既然要拍剧，不如交给他。那更坏的消息是什么？我的穿进赛博游戏后干掉 BOSS 成功上位，也要被影视化啦！完啦，全完啦！这是冲着我来的呀！你是想书粉死吗？我的心姐无人能演，女频改编剧更是灾难的代名词。不敢想象两眼一睁就是杀人的女主要怎么服美役和别人逆位谈恋爱呀？不会把人工智能亚当改成真人吧？高光不会也抢走吧？另外，你这个游戏降临克苏鲁机械 AI 要怎么拍呢？啊，网友们都开始幻想了，让姚安娜来演奎心，都是175，短发，肌肉线条明显，亚当都是现成的，直接让鸿蒙来。网友，与其受制于人，不如大颠特颠。如今我就希望作者拿到版权费，但电视剧项目开不起来，烂收利，这样就刚刚好。Nice。长安小饭馆的改编剧《艳遇永安》已经定档9月播出了。不说了，再说人就彻底走了。本期我最期待看的剧就是《唐轨之长安》，你们想看哪部剧呢？在弹幕里打出来吧。OK，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啦。最后是节目的流程主旨，Peace and Love，点赞的关注，啾大咪，拜拜。